伊莎。嗨，洛丽莎。嗨，我今天要带大家去台湾东北的一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叫九份。我会介绍一点九份的文化背景，还有一些地理位置的资讯，所以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台湾小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咯。九份就是一座依靠着山形而建起来的山城。那这个角度，你可以从九份俯瞰台湾东北海岸的景色。左边是台湾岛，那个大头针钉选的地方就是九份的地理位置。So it's a mountain area, right? So is it colder than Taipei City?Yeah, 来过台北的人大家都知道这边夏天很闷热。九份靠近台湾的最北端，年均温大概是摄氏24度左右，所以夏天可能会再热一点，但因为是在山坡上面，通常不会超过28度，所以的确会比台北凉快一些，不过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九份一年四季都是经常会下雨，还有会飘雾的一个天气形态。好，这张地图就在九份老街入口的地方，我们靠近一点来看，框起来的地方呢，就是我今天参观的大概范围。好，那如果我们把地图移到 Google 地图上面来看的话，蓝色的方框覆盖的地方就是我的参观区域。那我是走红色的路线进到老街，然后中途有绕道去吃个点心，然后再沿着蓝色的路线回到停车场。好，就是从这边，从我停车的地方下去。如果你想来玩的话，当然可以租汽车或机车。那这边你可以看到路旁都会有停车位，有些业者会要求你留车钥匙给他们，这样他们才能帮你移车。通常停车的费用大概是3个小时新台币100块，但是有一些停车场位置比较远，那你付100块可以停一整天。或者你可以搭公车来，像是台北搭客运，或者是坐火车，然后转乘公车也可以。那这些就是来九份玩的游客可以记下来的重要公车号码，尤其是上面的1062跟965，就是刚才提到的客运。Lorisa, how long does it take if I take the shuttle bus from Taipei City? 大部分的游客是从台北市区前往九份，所以如果你从指定的捷运站坐1062跟965去的话，在最便宜的车资大概是每个人100到128元，那就在刚刚看到那个九份老街公车站下车就对。整趟车程大概是90分钟左右。我们要进去咯。其实台湾有不少老街很值得一访，那这些地方之所以会出名，通常都是因为他们的氛围还有背后一些沧桑的历史的关系。那九份老街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很喜欢来这边吃很受欢迎的小吃啊，到茶馆喝茶，还有欣赏漂亮的景色。那这条老街它是名字叫基山街，通常不管是一般的工作日还是周末，大概都会像这样人山人海，但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现在就变这样子了。上面挂的这些红色灯笼其实也是老街的一个象征，所以你只要走在老街路上都可以看得到。那你可以想象晚上这些红色的灯笼如果都全部亮起来的话，应该是很叹为观止。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就是如果要来的话可以住一晚，这边的民宿跟旅馆都有很多的选择。I'd love to stay overnight. Yeah, you should. I think must be nice. It will be nice. OK, 那从这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声音，感受一下。你们那边那个春天，喝茶可以试试，不要客气哦。好，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九份是如何成为台湾本地人跟外国旅客都喜欢走访的一个旅游景点。
好，那这边我要拍的是一条很狭窄的楼梯，这一区还有更多像这样子的楼梯，四通八达，然后通往当地人的住家。这些建筑物盖得很密集，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好，这边有点像山上迷宫。那刚刚秀出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位置。Lorisa, you mentioned the buildings are built intensively close. So is there any reason? Yeah, 这些建筑物它盖那么密集，是因为附近其实就有一个矿坑，离九份老街大概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而已。以前的矿工他们其实是来自台湾的各地，所以有些人放假的时候要回到很远的家乡，那就是渐渐的这边这一区就是会盖成一个比较能够容纳这些矿工的地方，所以人口就会变比较密集，那居住的地方当然就要靠近矿坑嘛，这就是主要的原因。好，那你现在看到的这间茶坊是九份最早的茶馆，叫九份茶坊。我本来就有计划要选一家茶馆试试看，其实就是这家店跟另外一家会让人想起宫崎骏的电影《神隐少女》的一家茶楼，这两家在做选择。那这次我选了另外一家，但是下次我一定会来这里。It used to be someone famous living this place. 对，没错。牌子上面的名字就是当时九份的一个名人。那这家茶馆从以前就是他的故居，他叫翁山英先生，他曾经担任了13年的台阳矿业公司瑞芳坑的厂长。那些年他帮九份的居民做了很多贡献，还帮忙翻新了一座庙。不过九份茶坊不是他开的，是一个艺术家叫洪志胜先生，他在1991年创办的。那现在洪志胜先生就是负责人，同时经营茶馆跟艺术工作室。好，现在我们要沿着红色的路线继续往前走，会来到一个很开阔的地点，这里也是从老街成排的房子向下眺望，你也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很蜿蜒的路，有些其实很陡很窄，这也是我没有很喜欢常来这里的原因之一，可能我有惧高症。你可以看到最近的那个渔港，远方的那个渔港叫深澳渔港，还有那个小小的一点最远的那座岛，那是基隆岛，它是无人岛，而且这个海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太平洋，是东海。好，现在我们回到主要的基山街，然后来到这个十字路口，你可以看到它又有很狭窄的楼梯。这条跟基山街垂直的路是九份老街的另外一条路，叫树崎路，它会通往这一区的最高点，到九份国小的门口。好，那我现在要跳过我们的小吃之旅，先给你看一些比较不是主要的老街巷弄，好，但是它也是蛮有趣的。那这里的流浪猫也是蛮有看头，不过我好像没有看到流浪狗。我很喜欢猫，所以很高兴九份老街这边到处都是猫。好，现在我们要回到主要的老街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九份在1940年代中期没落之后，它能够再次回到正轨，然后变成旅游胜地的主要原因之一。那这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崎路，它的其中一段。我们两个在这边进行了很有趣的直播，然后我问了蚂蚁桑一个跟九份历史有关的问题。好，那现在上面这边看到的这个4个字阿美茶楼，这个红色牌子，这里就是刚刚我提到我选择的那间茶楼，我很喜欢它的这种复古感。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段我们在这边著名景点直播的影片。Hi, Mai-san. Hi, Lori-san. Hello. Hello. I'm at 九份 right now. Yay. 我现在在九份。Okay. I never been there. So really. I know. I wish you were want to watch here. It's really nice. The weather is nice. Wow. I'm Great showing you this very beautiful building here. Okay. This is the alleged building that they shoot
It's probably not that they shoot it here. This is the inspiration. 好，我想要讲的是电影《神隐少女》跟阿妹茶楼它有关联的这个传言不是真的。那下面我会放一个连结，就是宫崎骏亲自澄清谣言的连结。So what is this building? Is this a restaurant or hotel? It's a tea shop. It's actually a tea shop, a tea restaurant. 是茶楼，所以上面写阿妹茶楼。Okay, yeah, I can see that. Yeah, so you can have tea there. So later we'll be going in. 我们等一下会进去，然后我们会在里面喝茶，然后会介绍一些茶的用茶喝茶的一些仪式，some ceremony like tea ceremony. Yeah. Okay, I'm going to ask you a question. So, okay, Maisa, this statuette here. Can you guess what this man is doing? Okay, he's wearing a helmet. Is that like a flashlight on his head, and he's pushing something, right? And right. He's working. He's working there. He is carrying something. Uh-oh. I think I'm showing a little bit, like a hint. But I can guess. Okay, please go ahead. He's a miner. Right. Yes. That's right. Yeah. And he is carrying gold here. Oh, okay. I didn't see this one. Yeah. Okay. Wow. So this place is actually used to be a place where gold miners be working here. This is why it was once very popular. Yeah. How big is this? How tall is this statue? Yeah. It's not very big. So it's just like this. Oh, okay. Smaller than you. Yeah, it's not very big. Just a small. I see. Small one. Yeah. Like a kid size. Yeah, that's right. Nice. That's nice. Small man. Yeah. Okay. 好，所以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九份最初是因为淘金而成为新兴城市，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从清朝的最后10年一直持续到1945年，然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结束，后来淘金业就逐渐走下坡了。好，那我们再往前走，要来看一下台湾北部地区的第一个戏院。不过请先看一下左边，这边有4个中文字，悲情城市。那它是侯孝贤导演他执导的一部台湾电影，故事是在描述2战之后的台湾，里面有提到228事件，然后白色恐怖等等这些很严重的社会事件。那这部电影它也是运用很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台语、日语跟粤语，它也反映了当时语言在一般生活当中它使用的这种情况。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它在威尼斯影展当中还有荣获金狮奖，事实上这件事情也直接促起这个九份它的再度崛起，所以这部电影真的蛮值得一看的。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就这一区是有名的升平戏院，那这些悬挂在空中的红色灯笼它会让这个地方很有感觉，很有气氛，所以其实网络上很容易搜寻到这一区的照片，那有白天拍的也有夜晚拍的，那这里的景观就是还蛮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九份这样子。那升平戏院本身不大，大概就是可以坐400个人左右。我那天没有进去，不过听说他现在会放一些怀旧的电影，就是也有像电影博物馆这样子的展示的空间。所以如果你有对复古风的台湾电影有兴趣的话，
就是或者是只是想要单纯去感受一下气氛的话，这里也是还不错的很好的去处。Sounds good. So we'll be talking about the snacks next time. And that's it for today. So we'll see you very soon. Okay. All right. Let's see. Yeah, see you soon. See you soon. Yeah.